家从不养闲人，这一家子此时都在给游客们整活儿。瑞宝、辉宝这里此时正在负重争抢园区一姐的位置。辉宝偷摸咬住了瑞宝的命运的后脖领子，瑞宝抓住了辉宝的大腿骨子，姐妹俩难分胜负。辉宝被瑞宝赶去了另一侧，调整好状态的辉宝接着又回来了，偷摸咬了瑞宝一口，然后紧接着塌了下来，以为这样瑞宝就拿自己没办法。瑞宝弯腰咬住了辉宝的胳膊，硬生生给其拉了起来。被拉起来的辉宝一个高抬腿，直接给瑞宝踩在了身下。姐妹俩的折返打斗难分伯仲，本以为瑞宝、辉宝姐妹俩这里就已经是很精彩了，没想到姨姨们离开瑞宝、辉宝来到室外园区，发现爱宝和乐宝的这里的节目更是精彩。圣西姨母在给乐宝用雪制作丰容，只见圣西姨母将雪填满了整整一桶，然后倒扣在了雪地上，然后再稍微巩固一下，从观景竹林里折来一根竹子，在上面插了一块小苹果，像是一个用雪制作的蛋糕。不过此时乐宝还没出来，而爱宝这里正悄悄接近观景竹。爱宝坐在观景竹前仔细的打量着，几次站起后又坐下，终于选中了目标。爱宝站起身，伸手给自己最中意的那根竹子拽了过来，然后对其一咬，就将其咬断了。爱宝淡定的给竹子折断，然后将其拉到身边，开始自己的下午茶。在爱宝吃下午茶时，乐宝这里走来了他的室外园区。乐宝一口就将自己冰雪蛋糕上的小苹果给其吃掉了，吃完接着就想回家。乐宝在通道门口呼唤着奶爸爸，乐宝想回去看看自己俩女儿分出胜负了没有。到下班点，爱宝的状态就和姨姨们一样，老板拖着不给自己下班焦急啊。爱宝这时已经没心情在园区营业工作了，爱宝极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焦躁，他在独木桥上让自己再忍耐。这时辉宝走了过来陪爱宝，爱宝立马起身抱住了辉宝，表示还是辉宝好，都懂得陪妈妈。爱宝给辉宝搂进怀里后一顿爱的贴贴。而此时的瑞宝正在小树上吃竹子，自己一个熊惬意的不得了。一会儿通道门开了，辉宝比妈妈率先看到，但是爱宝先反应过来要回家的。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便果断的给辉宝抛弃了，而爷爷也没有给辉宝回去的希望。爱宝走进通道门口后，接着就给门关上了。辉宝看到通道门关上了，也不再着急了，慢慢悠悠的走下小亭子。等辉宝下来时，刚好偶遇了江爷爷来园区。江爷爷来园区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给瑞宝哄下来。江爷爷拿着一根竹子在瑞宝的面前晃了晃，瑞宝伸手接过，但依旧没有想下来的意思。这是江爷爷在跟瑞宝玩欲擒故纵，江爷爷故意表现出对瑞宝下属并不在意的样子。接着江爷爷又和辉宝玩耍了一下，便走回了办公室。辉宝这里心领神会，向通道门口走去。刚走到通道门口时，江爷爷这时也刚好给通道门打开了，园区就只剩瑞宝和乐宝了。瑞宝这里只是不想回家，但乐宝这里事儿就大了。乐宝不仅不回家，又在园区打上野了。一到冬天，乐宝的口味就会变挑剔，冬天竹子的口感会有所下降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就是园区现采摘的是经过乐宝自己严格挑选的，所以会更加可口。江爷爷从瑞宝这里离开，转头来到乐宝这里，哄乐宝吃完竹子后就记得回家。果然宋三岁就是宋三岁，跟瑞宝、辉宝同龄的他，瑞宝、辉宝的一举一动都能读懂。姐妹俩这彼此打闹的模样，宋三岁看懂了。宋三岁表示姐妹俩这是在玩追逐游戏，姐妹俩相互追逐。刚才是瑞宝追辉宝，现在该轮到辉宝追瑞宝了。刚说完辉宝，就给瑞宝推下去了。第二天，宋三岁来到宝家房间，看到辉宝浑身沾满青团扭着的睡姿，宋三岁解读的是辉宝这个动作像是在跟自己比心，表示辉宝就連睡觉都是爱自己的模样。宋三岁一定是个女儿奴。对于瑞宝、辉宝、宋三岁，每一个细节都喜欢，小脚丫、小屁股，每一个部位都要夸上一下。当然宋三岁的深情不止于瑞宝、辉宝，乐宝这里宋三岁同样也会整点肉麻的话。러바오, 너랑 생활한 지도 9년이 돼가는데 9년 동안 하루하루 볼 때마다 이렇게 새롭냐 너네들은. 아주 매력 덩어리야 생각해보면. 宋三岁这土味情话，乐宝听的都要起鸡皮疙瘩了。而老宋头只允许自己夹着声音跟宝家说话，当看到别人家声音跟宝家说话时，就吃醋去捣乱。 오바오님, 평소에 저한테도 그런 사랑스러운 말투로 얘기해 주시면 안 됩니까? 얼마나 사랑스럽게 얘기하는데요, 송바오님? 오늘 처음 듣습니다. 저한테도 사랑스러운 말투로 부탁드립니다.
선배한테도 그렇게 부탁드립니다. 의한 점。 宋3岁是正经不过3秒的。自爱宝乐园工作人员的记录，昨天瑞宝上午9点40分上的树，下午18点21分才下的树。昨天瑞宝给所有姨姨都吸引去了室外园区，而姨姨们殊不知，昨天自己独自在室内园区的辉宝过得有多舒服，独自享用妈妈的奶水，也没人和自己抢了。辉宝在下班回家前就已经吃饱饭了，而瑞宝这里一天下来，竹子没吃一点，只吃小零食。爱宝昨天尝试了3次带瑞宝回家，但都是失败了。爱宝心想，孩子大了管不了了，走熊，奶爸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当初生双胞胎时，你俩可是比谁都开心。瑞宝这波操作让昨天14个工作人员集体加班，给宝家饲养员集体挂到了网上，被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说让兽医过来说是瑞宝生病了，还有让饲养员上去抱下来的，甚至有人还说是乐园里游乐场的原因，全是给饲养员们出主意的，能想到的名头全给饲养员们挂上了。好在最后瑞宝也是心疼饲养员们了，在游客们走后18点21分时，瑞宝从树上下来了。爱宝乐园的常驻摄影师拍到了瑞宝下树的样子，而昨晚老宋头怕姨姨们过多的担心，也是在第一时间发文表示，瑞宝在姨姨们走后没多久就醒了，在树上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后，就从树上下来回家了，并安慰姨姨们早点休息。而宝家在班的14个饲养员也是一起等到瑞宝安全回家后才下班离开的。宝今天看到了奶爸给爱宝弄的竹林后，发现自己这儿却什么也没有，于是乐宝就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出来。乐宝一屁股坐进了草丛里，并将一旁的南川竹折断了下来，拿着它开吃，这惬意的模样，乐宝这里才是真的仿佛置身在了丛林里。乐宝这里真是没有条件，就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。而爱宝这里不仅只有小木桥上有竹子，甚至每棵树上以及整个小亭子上也都插满了竹子，这画面一猜就是宋3岁整的。爱宝在第一眼看到这场面时也惊呆了，心想这竹子怎么长得哪儿都是了。但爱宝向来城府比较深，面对这泛滥的竹子，爱宝并没有疯狂采摘，而是淡定地走去了饮水盆，先喝了口水。爱宝知道这些竹子都将会是自己的，不会有外人来抢。这是爱宝在园区生活了8年里，饲养员们所给予爱宝的安全感。爱宝喝完水后，这才开始采摘园区里的竹子。而且今天不仅爱宝和乐宝吃得很开心，姐妹俩这里吃的也不差。吃了一会儿独木桥上的竹子，爱宝又走去了小滑梯上，跟在吃自助餐一样。吃累了，爱宝就又走去了饮水盆喝水。爱宝这里喝了点水后，又回到了独木桥上，继续解决刚才自己没吃完的那些竹子。今天爱宝不仅吃了竹子，运动量也彻底达标了。爱宝在园区四处找寻着竹子，一边走一边吃。只是爱宝吃着吃着，突然感觉到今天自己的竹子吃的怎么这么累。原来早在6年前，宋爷爷就有为爱宝和乐宝铺设爱心落叶的习惯了。那时爱宝和乐宝刚相恋，福宝还是属于是薛定谔的猫，瑞宝辉宝还在未来时空里乖乖等待着降临。开始宋爷爷给爱宝铺设了一个大爱心，里面套着小爱心。爱宝来到落叶旁，仔细地观察了一番，以为里面有好吃的呢，但结果发现什么也没有后转身就离开了。眼看爱宝对其不感兴趣，宋爷爷又对爱心落叶进行了2次改造，这次并在上面放了一捧竹子以及一根胡萝卜。那时候的宋爷爷还很稚嫩，头顶还没有开始反光。爱宝第2次走出门后，一眼就望到了竹子上的胡萝卜，走上前坐到了落叶堆里，开始品尝胡萝卜。爱宝对于枫叶很是坦然，注意力全在胡萝卜和竹子上，屁股下面只是感觉到有点软软的。爱宝坐在落叶上，舒舒服服地吃完竹子。而爱宝那时之所以对落叶不感兴趣，是因为自己的园区到处都是落叶，早已视为平常了。而且自己的园区的环境和现在黄土高坡是没法比较的，室内园区铺设的草皮可比落叶软和多了，以及自己室外园区的环境更是美的就像是身在竹林一般。而且观景竹林里也没有塑料围栏。现在来看，瑞宝辉宝的到来真是没赶上好时候，等着让爷爷给翻新一下室外园区，也体验一下妈妈小时候那森林般的自然环境。